兽医詹姆斯正在为一只羊修剪毛发，突然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羊毛里似乎粘着一些其他动物的排泄物。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完全搞不懂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羊毛里。当他继续手上的工作，深入清理羊毛时，他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存在。就在当天早上，詹姆斯医生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，打电话的是附近一位名叫弗兰克的农民。弗兰克并没有养羊，但却意外地发现一只羊出现在了他的农场里。这只羊似乎迷了路，毛发乱糟糟的，状态极差。于是弗兰克立刻打电话给詹姆斯医生，请他来看看这只羊，却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得如此离奇。弗兰克，你见过这个吗？当弗兰克赶来与他一同查看时，詹姆斯医生惊讶地问道。他满脸疑惑，接着惊呼：哦，我的天，这些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们还好吗？一共有多少只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令他惊讶的是，兽医竟然在羊的身上发现了4只小猫咪。詹姆斯医生试图把小猫从羊毛里取出来，但它们完全被卡住了。他无法在不伤害它们或羊的情况下将它们解救出来，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剃掉了羊身上的毛，逐一将小猫抱出来，裹进温暖的毯子里。它们还真年轻呢，弗兰克说道。确实如此，它们可能只有几周大。弗兰克立刻打电话叫妻子来照看小猫，自己则跑到附近的宠物店买猫奶粉，而詹姆斯医生则继续照顾羊。除了毛发凌乱和脏兮兮的外表，羊的身体看起来十分健康，这让他感到意外。詹姆斯医生，这只羊怎么可能在外面待这么久而没有营养不良或生病？弗兰克的妻子问道。詹姆斯耸了耸肩，回答说：我必须老实告诉你，桑德拉，我真的没有头绪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。就在詹姆斯医生完成对羊的护理时，弗兰克带着温暖的奶粉回来，3个人开始给小猫喂食。尽管它们的状态看起来不错，但还是狼吞虎咽地喝光了。这些小家伙可真是饿坏了，兽医笑着说。然而，这一切还不是故事的结束，特别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这只羊是如何在外生存这么久的？而那些小猫呢？羊为什么要带着小猫？它们吃了什么？问题太多，答案却是0。詹姆斯医生决心要搞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甚至不知道从何入手。幸运的是，弗兰克有了一个好主意，詹姆斯医生和桑德拉都支持他。于是他立即向附近所有的农民发了一条消息，询问是否有人丢失了羊，希望会有人能够与他们联系。与此同时，詹姆斯医生也向他的同事们发出了信息。显然，詹姆斯医生和当地的其他兽医都记录了他们所治疗的所有动物。詹姆斯医生自己在过去几个月里没有治疗过任何怀孕的母猫，但或许他的某位同事治疗过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小猫的母亲。当然，弗兰克和詹姆斯医生很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得到回复，期间他们确保羊和小猫不会饿、口渴或受冷。他们注意到这些动物不喜欢分开，小猫如果被带离羊身边，就会不停地喵喵叫。它们都蜷缩在羊的肚子旁，享受着彼此的温暖。看起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对方的陪伴。天色渐晚，詹姆斯医生回了家，留下弗兰克和桑德拉照看小猫。他主动提出带小猫去他的诊所，但他们坚持要把它们留在农场，毕竟它们看起来很健康，这样它们可以和羊待在一起。第二天早上，詹姆斯医生带着消息回到农场，他和一位同事谈过了，得知了一些情况。
我同事确实记得最近治疗过一只怀孕的母猫，但在它跑掉后就失去了联系。詹姆斯医生解释说，它的毛色与小猫相符，怀孕的时间和小猫的年龄也正好吻合，这只猫很可能就是它们的母亲。然而，只有一个问题，他们不知道那只母猫在哪里。詹姆斯医生并不是唯一得到消息的人，弗兰克接到另一位农民的消息，他最近丢了一只羊。他们在电话中交谈，另一位农民同意过来看看，如果真的是他的羊，他一定会很快认出它来。当埃里克的卡车在通往弗兰克农场的砂石小路上隆隆驶来时，空气中弥漫着期待的气息。他到了之后，径直走向那只神秘的羊所在的圈子，只需一眼，埃里克便认出了那只羊。看到羊身上的独特标记，一个小龙卷风式的隆起图案，令他的脸上顿时闪现出惊喜的光芒。那就是我的羊，他惊呼道，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释然。他缓缓走向羊，步伐缓慢而稳重，准备仔细观察这只羊。他的脸上流露出柔和的感情。我从他还是小羊羔时就养着这只羊。他和弗兰克以及詹姆斯医生分享着那段往事。我从没想过能再见到你。他的声音中夹杂着快乐与怀旧，回忆起这只羊在农场上的点滴。这只羊的毛发中有一块独特的标记，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这个标记并不是普通的图案，而是一种自然的花纹，显得独特而易于辨认。它像是一个螺旋星系的胎记，成为埃里克迅速认出他失踪羊的关键，让他在他的羊群中独树一帜。在谷仓里，埃里克开始回忆那只羊失踪的夜晚，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糟糕的风暴之一。他带着那段回忆的紧张说道，闪电击中了一棵树，打断了围栏。混乱中，这只害羞的羊惊恐地逃跑了。他被吓坏了，四处寻找，却徒劳无功。羊在狂风暴雨的夜里消失了。埃里克停顿了一下，再次看着羊，眉头紧锁，心中疑惑。可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还带着小猫呢？他想问出声。这种奇特的情况既令人困惑，又让人惊叹。弗兰克、詹姆斯医生和埃里克交换了疑惑的眼神，大家都沉浸在各自对这个奇怪谜团的思考中。那场风暴简直是我从未见过的，埃里克继续说道，眼神遥远，仿佛回到了那一夜。他描绘着呼啸的狂风、倾盆的大雨，以及那声震耳欲聋的雷声，仿佛整个大地都在颤抖。那是一个混乱的夜晚，能见度低的连手都看不见。他说，生动地描绘了那场风暴的可怕场景。关于羊的行为，大家开始猜测。詹姆斯医生提出，可能是出于本能和恐惧，羊在那晚寻找庇护，或许是误入了一处废弃的谷仓，甚至可能在那儿找到了他的母亲。他努力拼凑出那夜的片段故事，想象着那只失踪而又恐惧的羊，寻求着风暴中的庇护，遇见了一只流浪猫。或许他也在那片避风港寻找着躲避狂风暴雨的地方。在自然的狂怒中，那座谷仓成了羊和猫的避风港，它们可能蜷缩在一起，羊厚厚的毛发为它们提供了所需的温暖。在那个瞬间，在风暴的肆虐下，这种不太可能的伙伴关系悄然形成，两只共同抵御风暴的生物之间建立了默契。当风暴过后，早晨来临时，埃里克说道，我发现谷仓一片狼藉，但没有任何羊的踪影。农场在那场动荡中留下了一片混乱，断裂的围栏默默见证着那个夜晚的事件。羊消失在早晨的薄雾中，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疑问和深深的失落感。在弗兰克的谷仓的宁静角落，
詹姆斯医生带着惊奇观察着羊和小猫之间的互动，他开始记笔记，眼中闪烁着对这一幕的惊叹。羊温柔而耐心地与小猫相处，小猫则像守护者一样看护着它们。小猫在羊身边玩耍，偶尔摩擦着羊毛，那画面宛如和谐的交响曲，温暖而美好。小猫在羊的厚实毛发中找到慰藉，羊似乎也乐于这种陪伴。每当小猫靠近时，羊的眼中便流露出柔和的神情，脸上露出宁静的表情，仿佛它也感受到了小猫的存在带来的安慰。詹姆斯医生思索着这种纽带的本质，难道是母性本能？他看着羊温柔地照顾小猫，似乎超越了物种的界限。尽管羊从未做过母亲，但它的行为却展现出一种深厚的母性情感，这既让人困惑，又令人心暖。这只羊与小猫之间的关系，远不止偶然的相遇，而是一种因需求、安慰以及可能的相互理解而形成的纽带。它们的联系超越了物种的界限，揭示了动物们复杂而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往往是人类所无法看见的。羊与小猫之间非凡的纽带开始传播，吸引了当地媒体的关注。记者们纷纷来到弗兰克的农场，急于报道这个不寻常的故事。摄像机和麦克风成为常见的景象，捕捉羊与他这位不太可能的伴侣之间的温馨时刻，将这个独特的故事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社区的兴趣不断增长，邻居们和当地居民被这只保护羊与他的小猫朋友的故事吸引，纷纷来到弗兰克的农场。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在一旁观看，目睹这只羊与小猫之间温柔的互动，惊奇和欣喜在他们的低语和微笑中尽显无疑。当地新闻节目聚焦于这只羊与小猫的神秘故事，记者站在谷仓里，讲述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，语气中充满了惊叹。镜头扫过羊与小猫，捕捉着它们的互动。这份纽带成为了这个小社区中希望和团结的象征。弗兰克、埃里克和詹姆斯医生的访谈带来了对这一故事的个人见解，他们各自分享了自己的看法，声音中带着情感，回忆起发现羊与小猫的惊奇，以及它们之间所形成的不可思议的纽带。这些访谈描绘了一幅画面，展现了这个温暖而神秘的事件如何将社区团结在一起。随着羊与小猫的故事传播，感动了远超过当地社区的人们。社交媒体上对此讨论不断，分享频频。这个故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，触及到意外友谊、韧性以及连接的滋养力量等主题。故事跨越了小农场的界限，全国上下的人都开始了解到这个有趣的故事。然而，弗兰克的农场却因为发现母猫的尸体而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中。尸体位于附近的田野里，曾经欢快的厨房氛围如今因失去而沉重，令人感受到生命的脆弱。关于母猫的故事在羊群之间悄然流传，参与其中的弗兰克、埃里克和詹姆斯医生默默站在一起，悼念着母猫的离去。弗兰克低声说：“生活真的充满了不可预测。”他的声音中透着深深的情感。詹姆斯医生则点头表示同意。回想起羊与小猫之间建立的深厚纽带，在母亲去世之后，这种情感显得愈发强烈，令人心痛。母猫的噩耗迅速在社区中传开，带来了一阵悲伤。邻居们和当地居民密切关注这一事件，纷纷在弗兰克的农场边缘留下鲜花和小小的悼念物。这是一个温馨的举动，展现了共享的悲痛与支持。社区在失落面前团结在一起，在悲伤之中，羊
对小猫的保护本能愈发显著。社区被这一情况所感动，积极提供帮助，大家捐赠食物、毛毯和玩具，志愿者们也自愿前来照顾这些小生命。这只羊始终保持警觉，默默守护着这些不太可能的孩子，怀着一种坚定的责任感。母猫的去世似乎加深了羊与小猫之间的情感纽带，如今它们不再只是伴侣，而是因环境和共同经历而铸成的家庭。小猫比以往更紧紧依偎在羊身边，在它的陪伴中找到安慰。这是一种苦乐参半的提醒，让他们想起失去的母亲。羊与小猫之间的特殊关系引发了专家和当地居民的广泛讨论。大家纷纷猜测，这只羊为何会承担如此保护的角色。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自然本能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共同生存经历的反应。他们之间的联系成为了众人热议的话题。关于羊的行为的讨论层出不穷，究竟这是否是母性本能的表现？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物种的差异，弗兰克和当地居民分享着彼此的故事和观察，试图理解羊的动机。许多人认为，羊与小猫之间的母性联系是一个科学上无法解释的情感纽带。而这种共生关系的可能性愈发得到人们的认可。有人猜测，羊与小猫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伙伴关系，彼此依靠以在野外生存。这种共同经历铸就的不解之缘，为他们的故事增添了另一层深度。动物行为学家们对此案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提供了专业的见解。一位专家在电视采访中指出，跨物种的照顾行为相当罕见。他们深入探讨了动物的情感和本能，思考着羊与小猫之间超越常规理解的复杂联系。在这些理论和猜测的背景下，詹姆斯医生开始思考这个故事中的持久奥秘：小猫究竟是如何来到羊的身边的？它们又是如何在如此不寻常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？这些问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提醒着他自然界中诸多奇妙的事物。正当詹姆斯医生沉思时，电话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。是埃里克，他的声音中夹杂着兴奋与释然。詹姆斯医生，你听说过这个吗？我想我发现了一些可能解释羊和小猫故事的东西，他迫不及待地说。詹姆斯医生专注地倾听，心中充满了对揭开谜底的渴望。他匆匆赶往埃里克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小猫被找到的那个谷仓。空气中弥漫着期待的气氛，二人都意识到他们或许即将获得重大发现。让我们来揭开真相吧，詹姆斯医生说，带着坚定与希望走进谷仓。在谷仓内，埃里克带着詹姆斯医生来到一个被灰尘覆盖的老旧相机旁。我差点忘了这个老东西，埃里克承认道，但他一直都在这里。或许他记录了那个暴风雨之夜发生的事情，相机中可能隐藏着答案的想法令他们充满了期待。当埃里克开始连接相机的旧显示器时，詹姆斯医生紧张地注视着，心中充满了揭开真相的激动。屏幕闪烁着光亮，呈现出模糊的谷仓影像。让我们看看这段老录像能否为我们的谜题提供线索。詹姆斯医生说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专注地想要捕捉每一个细节。录像开始播放，显示出暴风雨之夜谷仓内的景象。詹姆斯医生和埃里克聚精会神地观看，目光在屏幕上搜索着任何可能的线索。录像时而抖动，时而模糊，但这是他们理解羊和小猫之间不寻常联系的最佳机会。镜头捕捉到了外面风暴的激烈，闪电照亮了混乱中的谷仓，羊显得惊慌失措，
四处寻找避难所。录像提供了一瞥这场风暴之夜的真实画面，为接下来的非凡事件奠定了基础。当他们继续观看时，母猫的身影渐渐显现，它的动作犹豫却坚定，小心翼翼地将一只只新生的小猫带进谷仓，躲避这场无情的暴风雨。这一幕深深打动了人心，展现了母亲保护幼崽的本能。接下来的录像片段则展现了一个温暖的时刻，羊在注意到小猫后，缓缓走近它们，轻柔而细心地将它们包裹在自己的羊毛中，给予它们温暖与保护。这一温柔的举动令人动容，为小猫是如何被羊照顾提供了可能的解释。录像继续展现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哺育小猫的情景，见证了它们顽强的生存意志以及形成的意外羁绊。这段录像虽提供了线索，却仍留下了诸多未解之谜，例如它们是如何在如此不寻常的环境中保持健康并茁壮成长的。当录像结束时，詹姆斯医生和埃里克静静地坐着，深受所见之事感动。羊与小猫的故事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幅生存、同情和跨越自然界界限的非凡画卷。这一认知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心灵。詹姆斯医生召集社区成员，分享他与埃里克找到的这段不可思议的录像。随着羊与小猫在暴风雨中幸存的故事被揭示，房间里充满了敬畏的气氛。社区居民早已被这个动物故事吸引，现在则更加理解他们旅程的深度。这一发现为他们本已非凡的故事增添了新的层次。这个故事在新发现的衬托下，凸显了自然界中蕴含的无私善良。社区被提醒到，动物界中存在着强大的生存本能和意想不到的善良。羊与小猫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大自然中生物的力量与韧性，更是对所有生命中共情的赞美。为了庆祝羊与小猫的非凡旅程，社区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庆典，活动热闹非凡，充满了欢乐与感激。从远近而来的民众聚集在一起，见证这两个意外成为当地英雄的动物。空气中弥漫着音乐、笑声与故事，大家一起庆祝这段动物之间的特殊羁绊和生存故事。随着故事的深入，越来越多的家庭表示希望收养羊和小猫，最终每一只动物都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。这些被动物故事所感动的家庭热切地欢迎小动物们入住，承诺将继续给予他们曾得到的关爱。在弗兰克的农场，詹姆斯医生静静地回想着这一系列的事件，他对动物世界中的同情力量，以及人们团结在一起支持这些生灵的情感感到惊叹。自然的不可预测性，以及社区温暖的反应，强调了在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产生的深刻联系。羊与小猫的故事，核心是生存对爱与支持的渴望，超越了物种之间的界限，体现出情感是如何超越形式的。这一幕在詹姆斯医生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，提醒着他自然界中所蕴含的神秘与惊奇。他微微一笑，心中感激着生命中的每一刻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，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